中國經濟不會慢慢好轉，它會先從內部裂開，然後在某一個時間點整片垮下來，像冰川一樣。這段話是中文網絡上流傳好幾年的一個轉述版本，被掛在一位英國預言家的名下，他叫克雷格·漢密爾頓·帕克，中文圈習慣簡稱他帕克。每年年底，他會在自己的頻道發布來年的年度預測影片，一發就是幾十條，從英國王室、天災地變一路講到大國政治。而關於中國經濟的段落，這幾年幾乎年年出現，講法一次比一次重。冰川這個意象就這樣跟着一支又一支的搬運影片，一層又一層的翻譯轉述，在中文世界傳開，越傳越具體，越傳越像一張已經蓋好章的判決書。一句好記的比喻勝過10000字的研究報告，這是傳播的鐵律，也是我們今天非得把數據攤開來對的理由。就在上個月，2026年的畢業季剛剛落幕，中國各地的大學辦完畢業典禮，新一屆畢業生背著行李走出校門，人數連續第4年站在1200萬上下的歷史高檔。同一時間，房地產的成交數字、地方財政的新聞、青年就業的討論，一條接着一條疊上來。7月中旬，上半年的總體經濟數據照例公布，社群上簡帕克預言的影片又開始換上新的標題，於是那個老問題又被翻出來問了一遍：帕克講的那個冰川崩塌是不是已經被數據追上了？畢竟喊崩塌的人很多，肯逐條對賬的人很少。這一集我們只做一件事，把帕克關於中國經濟的3條主要說法攤開，逐條對上可以查證的現實數據，房市對房市的賬，失業對失業的賬，地方債對地方債的賬，吻合的地方講清楚，不吻合的地方也不回避。預言是預言，是他的說法；數據是數據，是任何人都查得到的記錄。這2件事全程分開處理，這是這個頻道的規矩。先預告結論的形狀，3條預言，3種成績，有的方向全中，有的只中一半，有的甚至是中在官方自己的文件裡。用的材料也先交代，官方統計、法院文件、公司公告、主流媒體報道，全部是公開來源，你自己都查得到。先講帕克这個人，克雷格·漢密爾頓，帕克是英國人，自稱靈媒，和同樣從事靈媒工作的妻子珍長期經營網站和頻道，每年年底發布隔年的預測，累積下來已經是幾百條的公開記錄。這件事已經變成一種固定儀式，每年12月影片上線，英國小報跟進報道，再由世界各地的頻道翻譯搬運。在中文世界，他和保加利亞的88萬加、法國的諾查丹馬斯並列預言類影片的3大流量密碼，差別在於後2位早已不在人世，說法無從更新，而帕克還活着，每年發新片，也每年要面對前1年的成績單，這正是他最值得對賬的原因。他是一個可以被檢驗的進行式。讓他在國際上出名的是2016年，那一年他事前講中了2件大事，一件是英國脫歐公投過關，另一件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。要知道，當時多數民調和主流評論都壓在相反那一邊，他壓對了，而且是2件都壓對。英國小報因此給他起了一個外號，叫新諾查丹馬斯。這是他的高光時刻，也是中文圈認識他的起點。後來每一支轉述他預言的影片開頭幾乎都要把這2件事再講一遍。不過我們是查證頻道，該對的賬要先對，包括对他不利的那一面。帕克沒中的記錄同樣攤在公開記錄裡。2020年的美國大選，他看好川普連任，結果沒有。新冠疫情這種等級的全球大事，回頭檢視他事前發布的年度預測，也沒有以可以辨識的方式出現。這一點批評他的人講了很多年。更根本的問題是樣本數，一個人每年發布幾十條預測，年年發，隔年總會有幾條對得上，這在統計上叫撒網效應，不叫神準。而預言的傳播又有一個天生的偏差，中的會被剪成影片反復播放，沒中的靜悄悄沉底，沒有人做集錦。懷疑論那一側的人還會補上2個名詞，一個叫巴納姆效應，講的是夠模糊的描述，人人都能對號入座；另一個叫事後解讀，講的是等事情發生了，再回頭把預言的字句掰成剛好吻合的形狀。這2把刀砍向所有預言家，
帕克自然也不例外，把重的放大，把没重的忘掉，是所有预言傳播的共同套路。我們不玩這一套，所以這一集的態度很簡單，不造神，也不急着嘲笑，把他的說法當成一組有時間戳的假設，拿數據去檢驗，中就是中，不中就是不中，一半就是一半。還有一件事要先誠實交代，冰川崩塌這4個字是中文圈轉述他說法時最常用的濃縮意象。他在影片裡的原始講法是英文的，比較鬆散的畫面式描述，大意是中國經濟會出現嚴重下滑，金融層面會出大麻煩，內部會有動盪。他的預測風格向來如此，給畫面，給方向，但很少給明確的時間和數字。這也是為什麼事後怎麼解釋都有空間。附帶一提，這幾年他的中國段落有一個明顯的演變，早年講的比較模糊，越到後面，房地產、銀行、失業這些詞出現的越頻繁，批評者會說這不是預知，是把新聞讀進了預言裡，支持者會說這是畫面越來越清晰。2種解讀你可以自己選，但選之前先把下面的數据看完，細節以他頻道的原始影片為準。我們在這裡做的是轉述和整理，整理下來，他近幾年反复出現的中國經濟論述大致可以收成3條。第1條，房地產會帶着金融體系往下走，出現崩塌式的景象。第2條，失業會惡化，特別是年輕人，民怨升高，社會會出現不穩的畫面。第3條，政府的錢會出問題，地方財政撐不住，體制內部被錢的問題撕扯。對之前先講清楚評分方式，每一條說法我們拆成4個維度，方向對不對，幅度夠不夠，時間準不準，形式像不像。等一下你會看到這3條預言在不同維度上的成績差距非常大，而這個差距本身就是今天最有價值的資訊。接下來一條一條對，先對第1條，房地產。帕克這一路說法的核心，用轉述講，是中國房地產不是周期性的回盪，而是結構性的斷裂，而且會拖着銀行一起出事。那現實這邊的賬本長什麼樣子？時間線要從2021年下半年拉起。那一年，中國恆大的資金鏈斷裂浮上台面，商業票據兌付出問題，理財產品逾期，這家一度被稱為全球負債最多的開發商開始倒下。2024年1月29日，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對中國恆大頒下清盤令。當時他賬面上的負債大約 2.4 兆人民幣，這個數字比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整年的 GDP 還大。再到2025年8月25日，恆大股票在停牌超過18個月之後，正式從香港交易所除牌。一家公司從中國房企銷售冠軍走到從資本市場除名，前後不到10年。恆大不是孤立。2023年10月，另一家龍头碧桂園被認定美元債違約。要知道，碧桂園的銷售規模前幾年一度是全中國第1名，而且主打的不是炒作味最重的1線城市，是3、4線城市的自住需求盤。它的倒下代表的是基本盤出了問題。再來是指標性更強的一家萬科。萬科長期被視為中國房企裡財務最穩健的模範生，背後還有深圳國資背景的深圳地鐵當大股東。結果2025年1月，萬科公告總裁祝久勝、董事會主席郁亮雙雙去職，深圳地鐵集团的董事長接任萬科董事會主席。多家媒體同時報道祝久勝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。在那之後，深圳地鐵一次又一次对萬科提供股東借款，實質上就是國資進場接管，輸血續命。民企倒了，混合所有制的模範生也要靠國資撐着。這條骨牌倒下的順序本身就是數據，這裡要補一個因果的細節，因為它決定你怎麼理解這場下行。骨牌不是自己倒的，第1張是官方自己推的。2020年8月，監管部門對房企畫出俗稱3道紅線的融資紅線，高槓桿的開發商一夕之間借不到新錢，恆大們的資金鏈就是從那裡開始崩斷。等到跌勢失控，政策又急轉彎回頭救市。2022年11月出台支持房企融資的金融16條。2024年5月17日，央行一口氣取消全國房貸利率下限，調降頭期款比例，市場叫它517新政。再到2024年9月26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罕見直接喊出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，
等於最高層親口承認市場還在跌，先踩剎車，再踩油門，兩腳都是同一個駕駛。這是這場下行跟一般市場周期最不一樣的地方。價格和投資面，官方數字是這樣寫的：國家統計局的70個大中城市房價統計，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從2021年高點以來一路回落，官方口徑的累計跌幅大致在1%上下。市場機構對二手房的統計普遍更難看，一線城市二手房價從高點回落2%上下的估算很常見，部分城市更深。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從2022年起連續負成長，而且跌幅一年比一年深，到2025年已經是連續第4年往下探。最能說明未來的是新開工面積，粗略換算，近2年的新開工大約只剩高峰時期的30%左右。開發商不拿地不開工，等於整個行業用真金白银對未來投了不信任票，整個市场的體量也縮了一大圈。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在2021年站上18兆人民幣的歷史高峰，到2024年已經跌破10兆，3年時間接近腰斬的市場憑空消失。要知道，房地產加上上下游產業鏈，高峰期被普遍估算占中國 GDP 的1/4上下，這樣一個引擎熄火，拖住整體經濟的力道可想而知。再看老百姓這一端，訊號同樣清楚。官方過去的調查顯示，城鎮家庭的資產有接近60%到70%壓在房子上，房價一跌，全民的賬面財富跟着縮水，消費自然縮手，這是這幾年內需疲弱繞不開的背景。央行的數據還記錄了另一個轉折，個人住房貸款餘額在2023年見頂之後不增反減，一邊是新增房貸放緩，一邊是排隊提前還貸，等於居民部門整体在對房地產去槓桿。更早之前2022年夏天，鄭州等地爛尾樓的業主集體宣布停還房貸，風波一度蔓延到多個省份。保交樓這3個字就是從那時候变成官方的高頻詞。而市場機構的統計裡，各地法拍房的掛拍量這幾年持續上升，每一筆法拍背後都是一個斷供的家庭，那錢去了哪裡？去了定存。住戶存款這幾年暴增，2022年單一年就多出將近18兆人民幣，到近2年總量已站上150兆的量級。大家不買房不投資，把錢鎖進銀行，銀行只好一輪一輪調降存款利率，錢又更不敢動。這是通縮循環的標準畫面，教科書等級的。這場下行裡還有2個容易被口號蓋掉的細節。第一個是分化，一線城市的房價在政策鬆綁後偶爾出現單月回穩，但廣大的3、4線城市持續陰跌，人口流出的城市甚至出現有價無市的狀態。二手市場則是典型的以價換量，成交占比上升，屋主降價求售，買方觀望再砍價，這是下行市場的標準生態。第二個是清算的進度，出險房企裡，融創在2023年底率先完成境外債重組，用債轉股和展期把賬面撐住。而走到清盤那一步的恆大，清盤人接手後變賣資產的進度緩慢，外媒普遍預期境外無擔保債權人最後能拿回的比例會非常低。同樣是倒下，有的重組續命，有的直接進清算程序，這條光譜也是市場自己排出来的。所以下次再看到中國房市全面崩盤這種標題，可以先問一句，講的是哪一線的城市，哪一種房，哪一段時間的數字？答案不同，結論會差很多。所以第一條怎麼判？方向，帕克的說法和数据是吻合的，跌勢是真的，規模是歷史級的，而且從民企一路燒到國資背景的標杆企業，往金融端、往居民端傳導的壓力也是真的，但形勢不吻合。崩塌是一個瞬間的意象，現實發生的卻是慢速的陰跌。沒有銀行倒閉潮，沒有擠兌的畫面，沒有雷曼時刻，原因也不神秘。北京一直在用行政力量擋保交樓專案借款、房企融資白名單，光是白名單機制核准給建案的貸款，累計就是以兆計的量級，再加上部分城市的限跌令，加上金融體系，絕大部分是國有，虧損可以用時間慢慢攤。這種走法其實更像日本1990年代泡沫破裂之後的劇本，不是一夕崩盤，而是陰跌10幾年，把一整代人的資產預期慢慢磨掉。而中國跟當年的日本至少有3點不同，
資本賬戶是管制的，錢跑不出去；金融體系是國有的，倒閉可以行政凍結；輿論是可控的，恐慌不容易傳播；擠兌需要恐慌，恐慌需要傳播，而傳播這件事在那個體制裡是被管理的。這3點都讓慢崩比快崩更像現實會走的路徑。用我們自己的話講，冰川沒有一次崩下來，但融化的速度，攝影機是拍得到的。對台灣來說，這條線從來不是遠方的戲。台灣的銀行業對中國保險一路下降，金管會的統計顯示占淨值的比率已經降到歷史低檔。台灣出口裡中國加香港的占比也從高峰時期的40%以上，一路降到3%上下。訂單流向東協和美國，台商產線的移轉，接單模式的調整，這10年都是照着這條下行曲線在走。換句話說，台灣的企業和金融體系其實早就用真金白銀替這條預言投過票了，只是投的方式不是恐慌，是分散。這不是預言，是已經發生而且還在進行的避險。再對第2條，失業，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，帕克這一路的說法轉述起來是，經濟惡化會先打在就業上，年輕人會是最不滿的一群，街頭會出現不穩的畫面。數據這邊的故事要從一個消失的數字講起。2023年6月，中國16到24歲的青年調查失業率衝到 21.3%， 創下這項統計發布以來的最高紀錄，等於每5個在找工作的年輕人就有超過1個找不到，而且這還是官方口徑。就在那個夏天，北京大學一位學者在財新網發表估算，指出若把躺在家裡已經放棄找工作的年輕人也算進去，青年失業率可能高達 46.5%。 那篇文章很快從網絡上消失，但數字已經傳開，然後連官方的數字也消失了。2023年8月，國家統計局宣布暫停發布青年失業率，理由是統計口徑需要完善，停了幾個月，2024年1月恢復發布，但算法改了，把還在學校讀書的學生排除在外。新口徑下，2023年12月的數字变成 14.9%， 口徑一改，賬面上瞬間好看了6個百分點以上。統計局的說法是，新口徑更能反映真正進入勞動市場的人的處境。這個解釋在統計學上不是完全沒道理，問題出在時機，一個指標偏偏在創下歷史新高之後暫停改版，任何人都會多想，但接下来的走勢很誠實。新口径的青年失業率2024年8月來到 18.8%， 2025年8月更來到 18.9%， 等於在已經排除學生的新算法下，又一路爬回接近舊口徑高點的位置。畢業季一到就衝高，這個季節性規律年年重演，而這個水位放在國際上，也明顯比歐盟的平均值高出一截，供給端的壓力有增無減。2025年應屆高校畢業生1222萬人，創歷史新高。2026年這一屆依然站在1200萬量級的高檔，等於每年都有一個中型國家的人口規模湧進同一個就業市場。需求端呢，年輕人用腳投票，而且投得很誠實。報考公務員的人數連續幾年站在300萬人以上，屢創新高，千軍萬馬去搶體制內的鐵飯碗。相反地，讀研究所的熱度退了。2025年考研報名人數388萬，比前一年一口氣少了50万。因為越來越多人算清楚了，多讀3年書，出來工作還是難找。這筆賬，白領這一端，互聯網大廠從2022年起一輪一輪的人員優化，35歲門檻的討論成了社群上的常青話題。藍領這一端，平台經濟變成就業的海綿。官方口徑的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大約2億人，單一外送平台一年就有超過700萬名騎手接過單，騎手裡有大學學歷的比例上升的報道，隔一陣子就出現一次。另一個安靜的趨勢是回流，一線城市生活成本高，機會變少，越來越多年輕人回到家鄉縣城考編制，社群上把考上叫做上岸，這個詞本身就說明大家怎麼看體制外的水溫。連鶴崗這種人口收縮的城市都因為房價便宜，成為年輕人低成本宜居的話題城市。官方與會則發明了慢就業、靈活就業這些詞，把找不到正職的狀態包進統計的緩衝墊裡。統計上還有一個很少人注意的定義，依照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口徑，
一周只要工作滿1小時，就算就業人口，送1天外賣，擺一個周末的攤，統計上都不是失業。這個定義全世界通用，不是中國獨創，但它意味着官方失業率天生亮不到就業品質這個維度。2023年官媒一篇談孔乙己的長衫的評論，勸年輕人放下學歷身段，反而引爆更大的反彈，因為大家聽出了那句話背後的意思，這些都是公開可查的現實。更值得看的是結構的錯位，一邊是大學畢業生找不到滿意的工作，另一邊是製造業長期喊缺工，官方自己都承認技能供需錯配的問題。一邊是辦公室職缺縮水，另一邊是考證大軍暴漲。教師資格考試的報名人次前幾年就已經突破1000萬，公務員招錄其實也在擴大，一年將近4萬個名額，但報名的人成長得更快，平均80幾個人搶一個名額。官方的穩就業工具一直在出，就業補貼、國企擴招、以舊換新拉動消費，連帶保住崗位，這些動作是真的，效果也不是零，但他們對沖的是速度，不是方向。而就業的含義還會往下游傳，年輕人不敢消費，不敢成家，初婚對数連年下滑，出生人口雖然在2024年小幅回升到954萬，整體仍在歷史低檔。就業、婚育、內需3個儀表板連着同一條油路，這也是為什麼北京把穩就業擺在所謂6穩6保的第一位。官方比誰都清楚，就業不只是一個經濟指標，是社會穩定的底盤。那第2條怎麼判？數字的方向吻合，而且統計口徑本身的操作是一個很重的旁證。一個數字難看到需要先停止發布，再改算法重出，這個動作本身就是訊號，甚至比數字更像訊號。但帕克說法裡那個街頭不穩的畫面，到目前為止對不上。中國上一次全國性的街頭抗議是2022年11月底的白紙運動，導火線是11月24日烏魯木齊那場大火和長期封控的積怨，是防疫問題，不是失業問題。而那場抗議之後不到1個月，官方就放棄了堅持3年的清零政策，這說明街頭的聲音不是沒有作用，但也說明官方對這條線的敏感和反應速度。失業帶來的不滿，實際的出口是內卷、躺平、全職兒女，這些詞是往內收的慢性病，不是往外爆的急症。這裡也公平地補一句，青年失業是全世界的難題，南歐一些國家的數字常年比中國更高。中國的特殊之處不在絕對值，在於3件事同時發生，數字創高，口徑修改，討論降溫，單看任何一件都不稀奇，3件疊在一起才是我們把它標成訊號的原因。悶不等於穩，但悶也確實不是崩，至少到我們錄製這一集為止，可查證的畫面是這樣。最後，對第3條，地方債，政府的錢，帕克這一路的說法轉述起來是，政府的財政會撐不住，錢的問題會從地方往上燒，體制內部會因此被撕扯。這一條是3條裡最少人真正去翻賬本的。我們把賬本翻開來看，先看規模，官方承認的地方政府顯性債務餘額超過40兆人民幣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俗稱城投公司背上的有息債務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的估算大約在60兆這個量級，2塊加起來相當於中國一整年 GDP 的80%上下，這還沒算中央政府自己的國債。再看收入端，地方財政過去最粗的一條血管是賣地，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從2021年 8.7 兆左右的高峰一路跌到2024年的不到5兆，接近腰斬。稅收這一端同樣吃緊，2024年全國稅收收入比前一年下滑，非稅收入卻逆勢2位數成長，而罰款、沒收這類收入就藏在非稅收入裡。這個一降一升的剪刀差，說明有些地方已經開始用執法在找錢。支出是剛性的，公務員要發薪，學校醫院要運轉，收入卻腰斬。這就是所謂3保壓力，保基本民生，保工資，保運轉。這3個詞這幾年反復出現在官方文件裡，出現的頻率本身就說明問題到了什麼位置。再看已經發生的案例，每一條都有時間戳。2022年12月底，貴州遵義最大的城投平台遵義道橋公告，把大約156億人民幣的銀行貸款重組，期限拉長到20年，前10年只付利息，
不還本金，市場把它視為城投債務問題第一個攤在陽光下的標誌性案例。更早的2021年底，黑龍江的鶴崗市因為財政重整，取消基層公務員招聘，財政重整這4個字第一次走進大眾視野。這幾年，多家媒體陸續報道部分省份公務員獎金縮水、薪資研發，從沿海到內陸都有當事人在社群平台留下記錄。部分地方罰沒收入逆勢成長，跨省區例性執法被叫做遠洋捕撈的爭議，也一路炒到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，官方罕見寫進了規範社企執法的專項行動。城投端的裂縫也早有聲音。2022年蘭州城投的票據一度傳出，逾期。2023年一份流出的昆明城投會議紀要在網絡瘋傳，內容講的就是還款壓力。2022年12月，河南商丘的公車業者一度公告因虧損擬暫停營運，公告當天就被撤回，但補貼鏈斷到哪一節，大家都看見了。而城投自己也在變身，這幾年大量平台把名字改成產業集團、投資控股，賬還是那本賬，招牌先換掉，方便繼續融資。這種賬面上的乾坤挪移，市場都看在眼裡。地方缺錢缺到什麼程度？這些側面比任何評論都直白。然後是最重要的一筆賬。2024年11月8日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增加6兆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，用來置換存量隱性債務，加上之後幾年從新增專項債裡安排的額度，官方口徑合計10兆規模的化債方案，由財政部長藍佛安在記者會上公布。請注意這筆賬的意義，中央出手10兆幫地方換債，等於官方自己蓋章承認隱性債務的問題已經大到地方自己解決不了。對賬對到這裡，你會發現地方缺錢這件事根本不需要預言家來講，官方文件自己就招了。這裡再補一個很多轉述影片不會講的技術細節，化債不是還債，是換債，把地方藏在城投賬上的高利息隱性債務換成利率低得多的政府債券，利息省下來，時間拉長，本金還是在那裡。這一招能用，是因為中央政府自己的槓桿在主要經濟體裡相對低。照公開數據估算，中央國債餘額占 GDP 大約2.5%上下，理論上還有舉債空間。也因此，第3條預言其實和第1條是咬在一起的。地方財政的窟窿源頭正是賣地收入腰斬，而賣地收入回不回得來，又取決於房市止不止得住。2條預言對到最後是同一本賬的正反兩面。那第3條怎麼判？地方缺錢這個核心判斷吻合，而且是官方文件等級的吻合，但撐不住3個字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生。關鍵在一條線，城投公司在公開債券市場的債到2025年底為止大致仍維持剛性兌付，中間出過技術性逾期，最後都補上了，沒有出現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公開違約。真正出事的都用貸款展期、私下重組這種安靜的方式處理掉了。中央的工具箱也還沒見底，債務置換可以再來一輪，國有大銀行可以再讓利，而且用時間換空間也不是新招。1990年代末，國企改革，銀行體系的壞賬同樣堆成山。官方在1999年成立4家資產管理公司，把上兆的壞賬剝離出去慢慢消化，後來靠着加入世貿之後的高成長，把窟窿償平了。今天的差別在於，當年前面等住的是黃金20年，現在前面等住的是人口下滑和地緣對抗。同一招，牌桌已經不一樣。再退一步，真到緊要關頭，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還在後面排隊。另外還有一條安全閥叫匯率，人民幣這幾年一直在7字頭承壓，官方用中間價和各種逆周期工具守着，守匯率和救內需，常常是同一張資產負債表上互相打架的2個目標，這是下半年值得盯的一條暗線。但拖是有價格的，而且價格已經標在金融市场上。商業銀行的净息差被壓到 1.4% 附近的歷史低位，存款掛牌利率一降再降，10年期國債殖利率2024年底跌破 2%，2025 年初一度逼近 1.6%。資金寧可用這種報酬率借錢給國家，也不敢投別的，這本身就是對前景的定價。更大的價格叫通縮。照彭博等外媒的統計，
中國的 GDP 平減指數到2025年第3季已經連續10個季度負值，是1960年代以來最長的一段。生產者物價指數更是連續負了超過3年，整體成長數字還能守在官方目標的 5% 附近，靠的主要是出口這根柱子。冰川的比喻在這裡意外貼切，不是垮，是整片慢慢變薄。薄到什麼程度會出事，沒有人真的知道，連官方都只能一邊加固一邊測試。這也是下半年必須盯着儀表板的原因。3條對完，把分數表攤開，就用開頭講好的那4個維度打分。第一條房市，方向中，幅度中，形式不重，時間拖成了慢動作。第二條青年失業，數字的方向和幅度都重，但他說法裡的街頭畫面不重，等於重一半。第3條地方債，缺錢這個核心中，而且是官方文件蓋章的中，但斷裂沒有發生，重的是並造，不重的是並發。整體看下來，帕克的3條說法方向上都沾到邊。房市確實在歷史級下行，青年失業確實在新口徑下再創高，地方財政確實靠中央輸血續命。但他說法裡最戲劇性的那些部分，崩塌的瞬間，街頭的動盪，財政的斷裂，到目前為止一條都沒有以可查證的方式出現。如果要一句話的結論，數據追上的是冰川在融化這一半，還沒追上冰川崩塌那一半。這其實也是檢驗所有預言的通用方法。預言最值錢的部分往往是方向，最不值錢的部分往往是時間表。把方向講成必然，把過程講成瞬間，是預言的修辭，不是數據的語言。同一個道理反過來也成立。官方把止跌回穩寫進會議公報，同樣是修辭先行，止跌是目標，不是現況。這2種語言我們都得會翻譯，一種翻掉它的戲劇性，一種翻掉它的化妝品。對觀眾來說，比較健康的用法是把這類預言當成一張風險清單，而不是一張時刻表。它提醒你去盯哪幾個儀表板，但指針走到哪裡要自己看，不能讓別人替你看。順帶回答一個常見的問題，為什麼這類預言在中文圈特別漲紅？因為對很多人來說，它講出了官方數據不肯直說的體感。預言的市場永遠開在資訊不透明的地方，這也是我們堅持逐條對賬的原因。把體感翻譯回數據，再把數據還原成判斷。而站在台灣的位置，這本賬還有一層額外的意義。中國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對手之一，對岸的內需強弱、匯率走向、財政鬆緊，會直接寫進台灣的出口訂單和台商的損益表。預言講得再玄，最後落到台灣人身上的永遠是這些具體的數字。所以這本賬對我們不是獵奇，是必修。那2026年下半年到底看什麼？我們留5個觀察指標，每一個都有公開數據可以對，不用猜，也不用通靈。第一個，房價。國家統計局每月中旬公布的70成房價，看按月跌幅有沒有收窄，同時盯二手房的掛牌量還在不在堆高。前者是止血的訊號，後者是信心的溫度計。另外留意一線城市剩下的限購措施會不會再鬆，那是政策端最後幾張還沒打完的牌。第二個，青年失業率。8月歷來是全年高點，因為7月畢業的學生一離校就從在校生變成求職者，全部灌進統計。9月中旬會公布8月的數字，去年同期是 18.9%， 今年這個數字如果再創新高是一種訊息，如果它再一次停止發布是另一種訊息，而且第二種比第一種更重，理由前面已經講過了。第三個，城投債。盯公開債券市場有沒有出現第一次實質違約，市場盯得最緊的是財政最弱的那幾個省份的平台，只要這條線破了，拖字訣就進入全新的階段，整個金融市場的定價都要重寫。第四個，財政加碼，看中央有沒有推出第2輪大規模化債，或者把赤字和國債規模再往上調。加碼的尺寸等於官方對問題嚴重程度的自我評分，這個評分比任何發言人的形容詞都誠實。觀察的節點是7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和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，這2個會議公報的用詞變化歷來是政策風向最準的溫度計。第5個，出口和匯率。出口是目前撐住整體數字的柱子，看對美出口在關稅環境下的變化，看人民幣有沒有守住。柱子一晃，前面4個指標的壓力會同時放大。
而台灣的接單、匯率和供應鏈也會在第一時間有感。這5個指標有一個共同點，全部都是公開資訊，不需要內線，不需要通靈，只需要一點耐心和一個肯每個月固定去看的習慣。預言家給你的是恐懼或希望，儀表板給你的是位置，這2樣東西用途完全不同。最後，把今天這本賬收起來，我們對了3條：房市方向中，形勢位中，青年失業數字中，畫面位中，地方債缺錢中，斷裂位中。每一頁賬我們都標了成色，哪些是官方統計，哪些是市場估算，哪些是媒體報道，哪些只是說法的轉述。這4種材料的可信度不一樣，混在一起講，是這個題目最常見的偷懶方式。我們把它們分開，就是要讓你看得出差別。預言家的話會過期，數據不會。他講的那個崩塌的瞬間會不會來，我們不知道，也不假裝知道。但融化的刻度每個月都在統計局的網站上更新，誰都可以去查。台灣就在這片水域旁邊，看清楚對岸的冰層，從來不是為了看戲，是為了校準自己的坐標。冰川的事急不得，也裝不得，他列他的，我們記我們的。下半年這本賬我們逐月再對。